慕尼黑安全会议18号闭幕。此次中方代表团不仅参加了中国专场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发表主旨讲话，并与多国在慕安会期间举行了双边会见。此外，中国代表团的官员、学者在慕安会多个会场积极发声，参与讨论，表现颇为亮眼。慕安会第2个会议日，王毅在中国专场发表题为“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的主旨讲话。王毅指出，回顾2023年，世界充满动荡不安，人类面临多重挑战，而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将始终保持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王毅强调，中国会担当4个方面的稳定力量，包括推动大国合作、应对热点问题、全球治理以及促进全球增长。演讲中，王毅首先谈到中美关系，他指出，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希望双方推动两国关系沿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轨前行。两国元首去年底举行重要的会晤，开辟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中方将坚定维护正当合法权益，反对无理遏制打压，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与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共识。深圳卫视注意到，布林肯在紧接着的一场慕安会活动上提到跟中方可持续接触，让美中关系更稳定。值得注意的是，两人是在双边会见后做出上述表述。Brought greater stability to the relationship, not moving away from or ignoring the fact that, yes, we have a competition. There are areas where we are contesting each other, but there are also areas where we can and should cooperate because it's in our interest to do that. 谈到中欧关系时，王毅表示，双方应该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坚持伙伴而非对手的定位，为共克时艰提供新方向。王毅强调，国与国之间应寻求共赢，避免多输，反对脱钩断链已经成为国际共识。谁试图以去风险之名搞去中国化，谁就将犯下历史性的错误。在答问环节，王毅回应了来自主办方有关地区局势的3个提问。回应有关台湾问题的提问时，在满座的观众席基本是西方面孔的情况下，王毅从历史维度严正纠偏，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在座很多有年纪比较大的这个老朋友们了，1943年，中英美3个国家发表了开罗宣言，今天埃及外长也在这个地方。开罗宣言里明确规定，要把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给中国。1945年，各国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结束了2战。波茨坦公告第9条明确载明，开罗宣言的条款必将实施。所以，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台湾回归到中国的怀抱，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个国际共识。面对主持人提出有关外界对新疆问题的误解时，王毅的回复直击要害：哪里来什么种族灭绝啊？这不是一个弥天大谎。至于所谓的强迫劳动，这更是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百闻不如一见。那么为什么会要造这么多谣？编这么多虚假信息呢？无非就是要搞乱新疆，然后进一步阻止中国的发展。因为中国的发展好像引起了有些国家的不安、焦虑。慕安会被称为防务与战略界的达沃斯论坛，首次会议于1963年召开。虽从一开始就号称是国际会议，但多年来参会人数只有数十人，且基本局限于北约范围内。冷战后，慕安会规模越来越大。2024年的慕安会是第60届，具有重要意义。参会人数超过900人，有54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超过100名部长级官员出席。中方多年来派代表与会，此次是王毅连续第2年线下参加慕安会。中方代表团成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告诉深圳卫视记者，王毅在发表演讲时，会场内座无虚席，这与美国、印度和德国外长同台演讲时不断有人离场，形成了鲜明对比。听完2场报告和演讲之后的话，我快速地问了一些周围人士的这个看法，听到的评价是说，王毅部长的讲话传递了令人鼓舞的信号，充满了自信，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增进了对中国的战略的意图、现实发展
和推进全球治理的决心和已经做的工作的这方面的这个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当前国际安全形势非常严峻，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本届慕安会上，中国方案备受关注。世界对中国是有期待的，中国是有担当的，中国不断地倡导和实践全球安全观，就是我们的对世界的一些贡献。所以王毅卫长这次这个来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表达了我们中国对世界的安全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的方案，我们的智慧同时他利用这个平台，实际上是澄清了一些国际上特别西方的一些国家对中国的一些误解。慕尼黑当地因举办慕安会安保十分严格，这2天室内多处封路，而王毅外长行程满满，不仅参加了慕安会中国专场活动，还在头2天就举行了10多场双边会谈，行程十分紧凑。我们注意到，由于会见地点不相同，为了保证会议顺利进行，有时外长会步行到其他场地。在慕尼黑的第2天行程，王毅先后举行了8场双边会谈，同德国总理舒尔茨会见。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应排除干扰，继续坚持开放和自由贸易，充分发挥经贸合作压舱石作用。为此提供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舒尔茨表示，德方反对保护主义，反对脱钩断链，乐见中国发展振兴，愿为其他国家在德企业提供优质营商环境。17号，王毅还会见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这是2人相隔1年后再次见面，讨论了双边关系、两国贸易及乌克兰持久和平的必要性。中国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我们之间长久的友好交往。与加拿大外长赵美兰见面时，王毅强调，推动中加关系稳定发展符合2国人民利益，两国之间应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实现合作共赢。中国不是加拿大的对手，我们是伙伴，我们更不是敌人。我们离得这么多远，是吧？这个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同日，王毅还会见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以及法国外长塞茹尔内、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阿根廷外长蒙迪诺。这是一个很好的外交机会因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来了所以王毅外长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很多的双边会晤，有利于通过一个多边的场合促进我们双边的一些关系。慕安会后，王毅还将访问西班牙、法国，在法国举行中法战略对话。其中，西班牙的访问行程是中国外长时隔近6年后的再次访问，双方均高度重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代表团在慕安会多个场合参与讨论，积极发声，表现颇为亮眼。当地时间17号下午，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出席了一场主题为“印太安全”的座谈会，与来自美国、德国等国的官员同场辩论。傅莹连续多年参加慕安会，并且是慕安会顾问委员会成员。他认为，今年王毅外长的演讲与往年不同的是，更强调中国在世界中的作用。Minister Wang Yi, he came to Munich a number of times, and you notice he used to talk a lot about China, about the region, and today he talked about the world. He started with the world. He talked about how China is going to play a stabilizing role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ajor countries, in terms of regional issues. China to share the regional experience. 深圳卫视注意到，虽然这场论坛的主题是印太安全，但超过一半的议题都围绕着中国。同场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在发言时还炒作所谓“中国在改变区域规则”，为美国在区域内拉帮结派提供正当性。傅莹对此予以反驳。We have to get used to this. When Americans talk, you talk as if you are the world government. Although Americans like to criticize China's domestic politics, but China's success includes China's success in its politics, its policy, its government, its party. 为期3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国际安全议题成为焦点。其中，巴以冲突更是贯穿多场讨论会题，各方就此有何最新表态？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主题是共同超越双输。有分析认为，当今世界正面对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的思维困扰。虽然会议点出问题所在，但如何解决依然是个问号。
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进入最后一天，首场讨论会就是破碎的和平、巴以关系的未来。巴以两国都有代表出席。事实上，在本次慕安会上，中东局势都是热度最高的话题之一。作为欧盟最大的成员国以及此次慕安会的举办国，德国在巴以问题上如何平衡各方表态，也备受外界关注。外界注意到，从此次出席慕安会的人员名单中就不难看出，中东局势在此次会议中的重要程度，以及主办方试图平衡各方观点的努力。不仅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和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都出席了本届慕安会，去年10月7号被哈马斯劫持的以色列人质家属也受邀出席。会议发言人就表示，慕安会致力于平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观点，努力确保尽可能包容各种观点和意见，无论他们有多大分歧。美媒称，卡塔尔、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和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均出席了会议，尤其是卡塔尔代表团的规模及其在中东危机中发挥的作用，实际成为外界的关注焦点。当地时间17号，多国外长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商讨最新加沙局势。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已向美国等多方表明，首要工作是处理加沙人道危机，寻求方法终止加沙战事，确保民众能够获得人道物资。参与斡旋加沙停火的埃及外长舒凯里则强调，埃及无意为加沙难民提供安全区或设施，但会在必要情况下处理人道问题。此前，埃及、卡塔尔、美国和以色列代表13号在开罗就促成加沙地带停火等事宜再次开始谈判。不过，截止目前，谈判并未取得明显进展。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7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相信很快就能看到协议的达成。不过，最近几天的情况并不乐观。卡塔尔将继续推动巴以弥合分歧，但他也指出，穆斯林的斋戒月将在3月10号开始，因此谈判的黄金时间正在流逝。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中东地区的局势或将进一步升级。2014年巴以和谈失败后，再未举行新一轮谈判。据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日前报道，美国政府正推动通过以色列同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换取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鉴于阿拉伯国家愿意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未来几个月以色列将有一个融入中东的绝佳机会。I think there's an extraordinary opportunity before Israel in the months ahead to actually, once and for all, end that cycle that virtually every Arab country now genuinely wants to integrate Israel into the region, to normalize relations if they haven't already done so, to provide security assurances and commitments so that Israel can feel more safe and more secure. 尽管拜登政府也公开表态，要求以色列是以所谓的两国方案为未来政治解决和巴勒斯坦方面冲突的一个基本的出路，而欧洲方面呢，现在应该说多数国家呢也是要求以色列呢要以接受两国方案为解决问题的前提。但是现在现在在美国国内，包括在欧洲内部，其实也都有一些所谓的强烈的支持以色列的声音，所以在欧美内部并没有就是否以两国方案为基础来解决巴以冲突达成真正共识之前呢，其实现在欧美呢还不具备一个足够的能力或者说足够的意愿去影响巴以冲突的走向。俄乌冲突也是本届慕安会的热点话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代表并没有受邀参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17号出席并发表了讲话。泽连斯基警告说，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战事扩大和进一步破坏国际秩序的风险就越大。慕安会主席霍伊斯根16号在致辞中说，慕安会希望提供一个平台，通过对话促进和平，在围绕全球各区域冲突和安全问题的讨论中，为当今世界悲观氛围找到一线希望。日前发布的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则直接指出，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双输的风险，这不再是关于谁得利多，而是谁损失少。美国新闻网站 BNN Breaking 称，在一个以大国竞争死灰复燃为标志的时代，慕尼黑安全会议是全球安全的晴雨表。可能重返白宫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近日威胁要放弃低军费投入的北约盟国，在欧洲引发震动。各国领导人和专家在普遍存在的双输情景中讨论共赢未来的可能性。前进的道路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但对话、理解和合作的必要性从未如此明显。我觉得最根本的出路呢是西方呢要放弃要彻底的放弃零和思维，要重新的去认识世界的
变化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对于世界多极化的、对于这个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呢，要抱有更积极的心态，同时呢，要拿出更具体的行动，对来自于中国、来自于全球南方国家的积极的呼吁和更合理的主张呢，要做出更好的回应。在17号举行的慕安会中国专场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发表主旨演讲，就重大国际问题介绍中方立场。这也是王毅连续第2年线下参加慕安会。那您在现场有何观察和思考呢？昨天可以讲几乎是座无虚席，整个会场满了。我坐在前排，回头看了几次，会场上面观察员的位置也基本上占了很多人。所以现场参与的这个政要和学者各方面代表，应该说基本上是满场，这是一个。第二个，会场气氛非常之好，这也是我这个和前几次感受到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一个是会场非常之安静，还有人不时的点头，因为他是多语种翻译王毅外长这个用中文发表主旨演讲，所以很多人听得非常认真，又是在做记录。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去年11月，中美2国元首实行了旧金山会晤，那么中美关系出现了这个止跌趋稳的趋势。而且开始落实2国元首达成的一些共识，比如说两人交流机制也逐步恢复，还有一些其他经济金融工作组等等，甚至于人工智能，还有这个打击毒品等等，这个全部开始恢复。再一个，在王毅外长中国专场之前，2国外长已经实现了会晤，布林肯国务卿和王毅外长就一些关心的问题，2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是否能够有序推进等等，所以中美关系好，这个或者说趋稳，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个中欧关系，我觉得也出现了一些良性的、积极的变化，所以这是王毅外长中国专场昨天会议气氛、会议满场。一个好的一个大的背景。王毅在演讲开头就强调，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将始终保持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那您如何看待这番话传递出的重要信号呢？我昨天应该说坦率地讲，作为中国学者，事情不知道王毅外长要讲什么。去年他讲的主要是这个推荐中国提出的这个全球安全倡议。那么这次讲了这个围绕4个稳定中国是大国合作的稳定力量，中国是应对全球热点问题的稳定力量，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稳定力量，中国是保持全球增长的稳定力量。这4个稳定力量，因为这次背景，这一次慕安会的年度报告，它是叫双输 lose， 西方充满焦虑。为什么俄乌战争或者说乌克兰危机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可能还是遥遥无期的。现在又来一个巴以冲突出现了大量的人道危机，这个红海危机，还有一些其他全球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欧洲议会马上今年6月就要面临选举问题，极右势力可能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这个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会不会那么重返白宫？整个西方社会，包括美国，充满焦虑。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契合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气球，这个诉求或者期望，中国是一支稳定的力量，在哪些领域、哪些方面，中国可以稳定力量，尤其是最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力量。那么，王毅外长讲得非常好未来的中国仍然是中国，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来越大，而且中国会致力于营商环境便利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欢迎
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所以这就是我昨天在现场的一个感受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中，王毅还分别就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阐释中方主张。那据您观察，欧洲舆论场对于这2个议题有怎样的关注？王毅的阐述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外部力量不能介入台海问题，台独死路一条。这样的话，我们在很多场合都讲过，但是在慕安会这个平台讲是不一样的。下面的这个听众全是大多数是西方的一些重要的政客、政治家，另外重要智库的学者，他的影响力不一样，而且他们都是认真听进去了，所以我觉得它的意义在这里。南海问题也是这样，在这一次和往年比，这是我本人第5次参加慕安会了。那么这一次南海问题应该是在很多场合涉及最多的一次。在大会主会场有提南海问题，然后还有一些边会，昨天关于印太问题的一个会议，这个副营大使参加的，这个频频提到南海问题。我本人还参加了一个由百越智库举办的一个涉南海问题的一个闭门会议。那么在这些场合，南海问题基本上西方国家存在一些误判，有一些事实上也是误导，把历史给讲清楚。但是中国还是致力于通过谈判和平手段来解决。他也提到了2002年我们和东盟国家签署了一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现在南海行为准则完成了第2轮磋商，现在正在推进第3轮磋商。如果它有一个前提，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干扰，那么我们未来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完成行为准则的磋商。所以我想利用这个场合重申。再一个呢，国际社会我昨天后来下午也开了一些其他的闭门会议，和一些涉南海的一些学者也讨论过，我觉得反应是非常之好的。福建一艘渔船14号在金门海域被台方驱离，导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遇难。17号晚间，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事件第2次发表声明，此事引起大陆各界强烈愤慨，要求台方尽快放船放人。他特别强调，两岸渔民自古以来在下金海域传统渔场作业，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一说。大陆方面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18号表示，福建海警局将加强海上执法力量，在下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进一步维护有关海域作业秩序，维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随后表示，2月14号，台湾方面粗暴驱离大陆渔船，致2名渔民遇难，草菅人命，态度恶劣，引起大陆各界强烈愤慨，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大陆海警部门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有利于维护相关海域正常秩序，保障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此前一天，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还强调，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渔民自古以来在下金海域传统渔场作业，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一说。大陆方面对台湾同胞充满善意，但对台方无视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径也绝不容忍。台方应尽快放船放人，做好善后工作，查明事实真相，并严肃处置相关责任人，给遇难人员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大陆方面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一切后果由台方承担。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前院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刘国深告诉深圳卫视，国台办的表态明确宣示了对包括台澎金马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拥有管辖权，这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家园。如果台湾方面一意孤行，导致两岸对立进一步加深，后果必须由台湾方面来承担。两岸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内部因为内战造成的政治对立延续现在这个遗留的政治对立的问题。那么
这根源上就是有一些人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划界、所谓的海峡中线等等一些不存在的说法，来强化两岸不属于一个国家这样的一种主张。那么这是非常要命的。那么大陆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用实际行动来表明我们的立场，维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样的基本立场。刘国山认为，两岸在海峡地区有很多共同的生产生活的场域空间，这是客观现实的存在。这一地区包括海洋污染治理、渔业资源等事务，其实都是两岸人民的内部事务。长期以来，大陆方面在这一地区的管控治理上保持了相对的克制，但随着岛内形势发生变化，台湾海峡区域的管控与执法常态化必须提上议事日程。我相信大陆方面会在这一次事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来推动对台湾海峡地区的常态化、规范化的这个一些治理，特别是一些执法行动，这样有助于两岸的渔民，两岸的包括渔民在内的各界维护好生产生活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秩序，这个对于两岸双方都是有利的。刘国山认为，如果台湾当局愿意跟大陆在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基础上来协商对话，大陆方面当然是乐观其成。但如果台湾当局阻挠、抗拒，甚至搞破坏，大陆要团结台湾各界力量，共同协商如何在台海地区做好常态化、规范化的执法安排的问题，这样对两岸渔民、对社会各界才是有利的。事情发生后，岛内舆论也非常关注。金门县长陈福海15号发文表示，对罹难渔民表达哀悼。陈福海强调，近年来金门水产试验所与厦门海洋发展局联合举办释放鱼苗的互惠合作模式，针对两岸间民生经济议题持续沟通，以化解歧义，秉持两岸一家亲、共享一片海相向而行。金门县府愿以两岸和平先行者的角色，持续为两岸3地和平对话沟通来尽更多的努力。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17号也对事件回应表示，最大问题就是民进党当局与大陆不对话，这是非常不可想象的事情。他强调，两岸有这么多的利益关系，不对话怎么解决问题呢？岛内前民代郭正亮同日也表示，民进党当局的危机处理让人觉得不够快、不够透明。他质疑，为何迟迟不能公布录影带？岛内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则奉劝赖清德放下意识形态。我们现在看敌意螺旋是不断的升高，不断的升高，所以媒体也说两岸关系翻船。有些事情，比如说这个渔船翻覆，这个可能不是赖清德能够掌控的。但是旅行团不能到大陆，这是你可以掌控的。我不相信蔡英文就自己做了决定，没有跟赖清德商量。我不认为蔡英文敢这样做，毕竟有跟赖清德说好跟他报复，那这样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两岸的结果会怎么样？会比蔡英文的时代更糟糕。遗憾的是，民进党当局却在持续破坏两岸关系。不仅执法部门的暴力执法导致渔船惨剧发生，当局近日还宣布停止招揽前往大陆的旅游团，引发岛内社会和舆论高度不满。刘国山表示，这一连串事件对两岸氛围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采取切断两岸间人员、经贸、社会往来的政策，那么大陆方面一定不会坐视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如果台湾当局不配合，那大陆方面要从经济的、社会的、涉台国际事务，包括法律的，包括军事上的行动，当然也包括海域的治理等等方面，大陆方面要采取积极主动的作为，来强化对台湾金马地区、对台湾海峡地区的有效的管控，来维护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7号就渔船遇难事件第2次作出回应，强调两岸渔民自古以来在下金海域传统渔场作业，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一说。他敦促台方应尽快放船放人，大陆方面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一切后果由台方承担。那您认为这释放出怎样的强烈信号呢？大陆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的严正表态，我觉得释放了3个非常清晰而有力的政治信号。首先，就是大陆渔民在相关海域的作业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么，大陆方面对此进行了一个它的我们看不管是历史的经纬，
还是一个法理的依据，都做出了非常清晰的阐述。那么台湾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的这种粗暴的处理，那么很显然它是于法无据，那么于情也是失礼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我觉得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台湾方面必须要对这样一个事件负上严正的政治责任，那么包括对于整个事件清晰诚实的一个调查追查，那么以及对于相关责任人的严肃的处理。那么第三个方面的一个信号，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台湾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持对抗的一个立场，继续以所谓的反中的政治民粹来去破坏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和合作的秩序，那么大陆方面将对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以及包括在这个问题上去进行鼓噪的台独势力进行有力的惩戒和打击。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如果说民进党当局在两岸交流的问题上，在两岸民众的生命和权益的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严肃的问题上，仍然是秉持着对抗的消极的错误的立场的话，那么很显然民进党当局的一切的行为的后果必将由自己来承担。大陆从前年开始已经着力加强对台湾海峡区域的执法力度，并投入海巡06等船只。但从此次事件来看，对于包括下金水域在内的台海区域，您认为仍需从哪些方面加强推动常态化执法管控呢？大陆方面现在启动了对于台海相关海域的常态化的执法管控。那么从过往的实践来看，以及包括舆论各界以及学界和相关的一些专业的人士的一些呼吁来看，那么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期，大陆方面有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的持续加强对于台海的海上的执法和巡查相关的作业。那么第一个就是对于海上执法力量的增强，包括我们看到相关的海警力量对于海上执法巡查的一个物质的能力的一个储备。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海上执法巡查它的一个范围不断的拓宽。那么这个范围既包括物理空间上的地理空间上意义上的一个范围，即并不只限于在金厦、金马海域的这样一个范围，那么同时也包括整个台海海域，因为我们知道台海海域是中国的主权领海所及的这样一个海域。那么除此以外，也包括海上执法相关的议题的拓宽。那么除了渔业，也包括走私、包括挖沙等等这样一些在台海海域长期存在的这样一些民间的相关的海事的行为那么大陆方面都要对此进行一个更为有效的、更为积极的管控，以及包括我们看到台湾海峡从台湾海峡所经过的国际的商船船只，那么在这个方面也是要去服从于大陆的这样一个管辖和管理。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在一个时空纵深上的一个持续和延展，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海上的执法巡查，那么它是一个常态化的，它并不是一时的，也并不是说只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存在的。那么它会是通过这样一个常态化的巡查，那么来去通过这种日常性的执法来去切实的在每一个场景下都来去保护两岸相关业者的相关的渔民，包括各方的一个合法的权益。继续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称，防长绍伊古已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军已完全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附近的乌军重要防御枢纽阿夫杰耶夫卡市。当天凌晨，乌克兰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也宣布，乌军决定撤出阿夫杰耶夫卡。在俄乌冲突将届满2周年之际，俄军时隔近10个月宣布战场上重大胜利，乌方却将此次失利归咎于西方军援不到位。目前俄乌在战场上的新态势会否促进冲突尽快收场？来看报道。路透社称，夺取阿夫杰耶夫卡将有助于俄军实现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的目标。对乌方而言，阿夫杰耶夫卡失守可成为总统泽连斯基向西方催促援助的有力证据。当地时间17号上午，泽连斯基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表演讲，强调在阿夫杰耶夫卡是因为乌克兰弹药短缺，美国也未能及时提供军事援助，为减轻士兵伤亡，避免被俄军彻底包围，乌军决定撤军。
泽连斯基当天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拜登在通话中告诉泽连斯基，他对乌方将得到美方军援有信心。白宫则在声明中将锅甩给了美国国会，称正是由于国会不作为，导致乌军弹药补给越来越吃紧，最终才使乌方被迫从阿夫谢耶夫卡撤军。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也在德国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请求美方紧急提供援助，包括射程超过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而在前一天，乌总统办公室发布声明称，在欧洲访问期间，泽连斯基分别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了有效期10年的安全保障协议。协议分别明确规定，2024年，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超过7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资金，法国则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最高达3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不过，欧洲国家的军援是否能真正落实到位，却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就在10天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访问乌克兰期间就表示，欧盟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弹药储备，他没有可为乌克兰提供更多弹药的魔法棒。这个其实，我觉得肯定是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呢，它还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的。虽然说，在今天在美欧国家，援乌还是一个政治正确，主要是美国了，因为它自身现在处在一个政治极化，处在一个两党恶斗的这样一种状态之中。它实际上也是这个民主党拜登政府也是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欧洲方面也是一样的，欧洲虽然说这个之前通过了对乌克兰的500亿欧元的这个资助啊，但是它的这种欧洲的这种军援的能力相对来说更为有限，比美国更有限。2月18号是农历新春第1个工作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产业科技化创新谋未来，不断夯实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的根基，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忠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时代最大的政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深刻指明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和实现路径，那就是干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支撑现代化建设。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是发展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新的生产力理论，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深刻阐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关系，谱写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篇章。黄坤明强调，推进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广东的战略之举、长远之策，也必将是一场艰苦的竞速赛、耐力赛、接力赛。我们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加速前进，勇做创新驱动排头兵，向着产业科技高峰全力攀登，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硬实力。如何增强高质量发展硬实力？黄坤明提出4个重点方面：要视人才为珍宝，要与企业同奋斗，要用市场育动能，要向改革，要活力。在企业界和科技教育界代表发言环节，来自深圳的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率先发言。他直言，没有广东及深圳的大力支持，就没有比亚迪的今天。未来2年呢，还有7艘滚装船陆续投入运营，缓解出口运力不足。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湾实验室主任严宁在发言中分享了自己对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切身体会。他说，来到广东才知道春节何以为春，让他大开眼界的不仅有南国风光和广东民俗，还有广东、深圳的速度、温度和力度。我跟深圳的 Honeymoon 已经变成了 Honey Year， 正在向着 Honey Life 发展。作为已经切身体会到了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我，借此机会也再一次向海内外的朋友们发出邀请函 ，Join us, be smarter， 让我们一起打造生物医药的东方大湾区。
深圳卫视注意到，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高质量发展是高频关键词。今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还进行了一次集体学习，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成为核心主题。广东省的新年第一会正是聚焦高质量发展，破题产业和科技互促双强。一整天的会议包括全体大会及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科技创新引领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发挥金融赋能产业科技高质量发展等5场不同主题的分组讨论。我在现场留意到，出席大会的有来自高等学府、研究机构的科研领军人，还有来自产业厂商的业务牵头人。广东省委省政府恰好是创造平台、连通彼此的牵线人。科技引领生产力发展，产业转化科技成果面向市场，政府则提出政策支持与资源供给。三者的有机结合，将共同为国内外的市场交出来自供给侧的引领性爆款产品，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遥遥领先。在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开司也在做了一定的探索也在做了一定的尝试。那么我们希望将来能够为整个中国品牌的新能源车走向世界去站稳这个海外的市场，去做出一份贡献吧。本次大会还提出要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围绕提升战略性产业创新能力，着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5G、集成电路、纳米、生物等4大產業創新高地。其實香港同廣東省咧接住嘅，咁我相信呢，我哋好多地方可以做到大家合作。咁我哋香港頭先我所講，香港已經有好多20幾萬嘅人才咧已經嚟香港，其中咧超過1半係我哋內地嘅。咁我相信呢，未來我哋香港亦都好多人才嚟內地啦。你頭先見到有好多企業都有聘用啲香港人。咁我相信未來嘅大家嘅目標都係一致嘅，都係希望係高質量嘅發展啦。呢個係國家嘅定位啦，香港一定會跟住國家嘅定位去做啦。咁我哋會盡力咧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我相信喺未來嚟講呢，香港同內地一定會更好嘅融合，而喺兩方面都得益，而係咧令到國家都得益。深圳卫視注意到，此次大會也受到海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有超過16家境外媒體參與報道。多家港媒關注到，大會召開當天適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布5週年。香港明報就在報道中提到，全省高質量發展大會由廣州移師深圳舉行，灣區發展成主要議題之一。星島環球網在首頁頭條位置刊發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在大會上的講話，並轉載廣東媒體的稿件，表示一個是廣東新春第一會，一個是春天的故事開始的地方，兩者的相遇可以說別具意義。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國企業協會能源行業委員會特別顧問林志穎在接受深圳衛視駐港記者採訪時就表示，深圳作為創新之都，吸納了不少科技龍頭企業，將總部落戶於此，同時在地理位置上也與香港鄰近。龍年開工第一天的全省高質量發展大會選擇在深圳舉行，意義非凡，也能更好地匯聚合力。那所以呢，在這個地方去舉行我們新年龍年開工第一天的這個全省高質量發展大會呢，我感覺是有一個面向未來，重心放在科技，還有呢更加積極的去聚集廣東省裡面的力量，還有通過香港、澳門聚集國際的力量，共同去發揮我們在廣東省的這個科技領域裡面的優勢。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劉英對深圳衛視分析，深圳新質生產力強勁，能起到先行示範的效果，引領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高質量發展它的這個內在的要求，包括重要的抓手，就是新質生產力。那深圳就是新質生產力的典型的代表，它也是高質量發展的一個典型的代表。科技創新引領的產業的創新，在深圳是生根發芽的。那我覺得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再創新，體制的改革在當下要實現高質量的發展，怎麼去把這個科技的創新和產業的創新能夠真正落實在我們的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上面，其實就是一個先進生產力。香港大公文匯網除了在會前做了預熱外，大會召開當天更是連發多條跟蹤報道。報道引述專家的話稱，龍年新春首會可視為廣東深化高質量發展的動員令。廣東今年將進一步深化對科創重要性的認識，加快灣區新質生產力形成和發展，合作拼經濟。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世界经济寒潮下步入2024年，以科创引领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正在成为广东引领大湾区破解困境、化解压力的关键所在。科技的发展的话呢，离不开也是要有工业的支撑，也要有一个经济的体量，要有应用的场景。那所以呢，像广东作为全国的经济第一大省的话呢，在科技领域的发展，除了是我们的工业制造的基础以外呢，其实也有一个庞大的市场，可以作为一个应用转化或者是更好的一个提升。那所以呢，外媒对这一次的大会呢是感兴趣的原因呢，可能也是可以通过这一次大会里面的很多的研讨，从中呢可以看到，在广东省的引领之下的话呢，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中国的科技发展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走向。香港商报的评论文章指出，香港各界已形成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大湾区为香港提供一个巨大的发展腹地，是香港巩固提升在金融、航运、贸易、物流等领域领先地位的关键。一个更强劲发展的广东省给香港带来的发展机遇将是数之不尽的。香港各界应当高度关注这次大会释放出的新信号、新机遇。香港电台也在报道中引述参会的全国政协常委蔡冠深的观点称，粤港两地要做到人才的双向流动。他下月在全国两会期间会就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融合，在科技、人才、产业融合方面提案。